我穿越成了掌握70万大军的十全皇帝，可大婚夜却被皇后柳如烟拦在门外。她用刀尖抵着喉咙向我威胁：“你死心吧，哪怕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”我沉思间，她退让一步，满脸施舍地看着我。不过你只要封孝辰做个侯爷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。我向旁边的小太监一打听，才知道萧晨是他的白月光，一个落榜3年的穷书生。我打出一个响指，让人把萧晨捉来，并一把抱住柳如烟进房。来人，把萧晨废了，送到寝宫外。朕今晚要他亲眼看着皇后承宠。今天是我和柳如烟大婚的日子，我却站在凤仪宫的殿门外，迟迟没有进去。周遭势力的工人屏息垂头，身子绷得紧紧的，连呼吸都放得极轻极缓。只因为门内是我今日刚册封的皇后柳如烟，她是丞相柳申的嫡女，当朝太后柳氏的亲侄女，也是此刻用一柄锋锐匕首抵在自己雪白喉间，将我这位95之尊拒之门外的心腹。陛下请回。她的声音透过繁复的雕花门扇传出来，声音清冷如冰，没有半分新嫁娘该有的羞怯或温顺，只有全然的抗拒与一丝难以掩饰居高临下的厌恶。哪怕你贵为天子，虽然能得到我的身体，但也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。似乎没有得到我的回应，门内他的声音变得更加趾高气昂，轰复一道惊雷劈开混沌，无数陌生的记忆碎片如同决堤洪水汹涌地冲入我的脑海。我瞬间明白，我穿越成了北周王朝最年轻帝王，一个手握70万边军权倾天下的实权皇帝。然而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却对这位柳家小姐痴心一片，近乎卑微。而这位皇后从册封旨意下达的那一天起，就未曾给过她半分好颜色，更是逼着原主册封她的一无是处的白月光封侯拜将。哪怕如此，这3年来也没有让她碰一下，更是威胁原主，如果纳妃，她就休了原主。堂堂北周皇帝，到了30而立之年却无子嗣。身旁侍奉的老太监李德全冷汗涔涔浸湿了绛紫色的太监服帽，他压着嗓子对着门缝急声劝道：“娘娘，娘娘您这是何苦？今夜是洞房花烛良辰吉时，岂可这般触怒天颜？陛下他……”李德全，里头那位口口声声说朕得不到他的心，他那颗心如今是系在一个叫萧晨的人身上。李德全浑身一抖，像是被针扎了一般，他腰弯的几乎要对折，声音颤得不成样子。陛下，老奴不敢妄议。说，我只吐出一个字，目光仍落在紧闭的门扉上，仿佛能穿透那厚重的木材，看清里面那个愚蠢女人的模样。是萧晨公子，乃是皇后娘娘出阁前便倾心之人。娘娘她或许是年少懵懂，一时糊涂。就在此时，门内的柳如烟似乎听到了外面的低语，声音竟又提高了几分，带着一种屈尊降贵般的令人作呕的施舍意味。陛下，若你肯即刻下旨封孝辰为万户侯，许他是希望替之荣，我或可考虑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。追求他的机会，用军功爵位去换一个心里装着别的男人，又用性命威胁他的女人的爱，真是可笑。这原主到底是被这柳如烟下了什么蛊，竟真在原本的命运里忍下了这等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，然后一步步被这个女人和她背后那庞大的柳氏家族蚕食权柄，瓦解军权，最终沦为幽禁深宫的傀儡。到最后，连那70万誓死效忠宇文皇室的边军都险些改了姓。但好在现在一切重新开始了。不是要玩吗？好啊，那就玩大点。去把那个叫萧晨的秀才请到凤仪宫来，朕要赏他一场泼天富贵。是。甲胄撞击发出铿锵之音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。这是原主少数几个并非出自柳家或太后提拔的将领。门内的柳如烟似乎察觉到不对劲，那清冷的声音里终于透出一丝惊疑。宇文成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若敢伤萧晨哥哥一根汗毛，我立刻削减凤仪宫，让你这新婚之夜变成天下人的笑柄。我不答，只负手敬礼，目光掠过廊下那些抖得如筛糠般的工人。不过片刻，远处便传来挣扎与呜咽之声，还有粗鲁的呵斥。2名铁甲侍卫如同拖死狗一般，拖着一个穿着洗得发白青衫的文弱书生而来，将其狠狠击在殿前冰冷的汉白玉石板上。面容倒是清秀白净，颇有几分读书人的弱智之气。只是此刻那双总是含情带愁的眼睛里写满了惊恐与茫然，正是萧晨。陛下，人犯已带到。柳如烟透过门缝看清外面情形，从原本的淡定立马激动了起来。放开他，不要伤害他。如烟救我！陛下饶命！
学生与皇后娘娘清清白白，只是就是陛下明鉴啊！模样倒是不错，难怪能够得皇后神魂颠倒，就是可惜了。我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喜怒，像是在评价一件物品。腌干净点，别弄死了。然后把他给朕捆在寝殿外的廊柱下。朕今夜要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听着看着，朕是如何与他的如烟圆房。朕要他留在这里，亲眼看到最终的真相。所有宫人僵在原地，面无人色，仿佛被无形的寒冰冻彻，连颤抖都忘了。老太监李德全眼珠一翻，直接晕死过去，被旁边一个小太监手忙脚乱地扶住。门内柳如烟像是被瞬间抽走了所有魂魄，连那金簪当啷一声掉落在地的清脆声响都显得格外刺耳。紧接着传来柳如烟的惊慌声和斥责声：“宇文成，你敢！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萧晨哥哥，姑母救我！”萧晨本人则在一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极致的恐惧让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，下身瞬间如湿一片，一股骚臭之气弥漫开来。萧晨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就被两名面无表情、仿佛石雕般的侍卫熟练地用破布堵了嘴，粗暴地拖了下去，动作麻利的仿佛处理一件垃圾。我嫌恶地蹙了蹙眉，用袖口掩了掩鼻，随后我抬起脚，猛地踹开了那扇碍事的、象征着皇后尊荣的殿门。巨大的声响让内里哭喊撞击的柳如烟猛地一颤，猝然回头，烛光下却是一张倾国倾城的脸，此刻却血色尽失，泪水纵横。原本那双总是盛着清冷与傲慢的眸子里，只剩下滔天的恨意和不敢置信的惊恐。他看着一步步逼近的我，如同看着从地狱深渊爬出的修罗，踉跄着后退，踢倒了脚下的市金角鹿，香灰撒了一地。滚开！你别过来！我父亲是当朝宰相，我姑母是太后，你竟敢如此对我，如此对待柳家女，太后必会废了你！太后，我几乎是玩味地重复着这两个字，脚步未停，反手将踹开的殿门重重合上，隔绝了外面所有的视线。殿内红烛高烧，将我们两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，扭曲晃动。就在我伸手即将触碰到他颤抖的肩膀时，殿外果然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，一个威严又隐含滔天怒意的女声划破了凤仪宫令人窒息的夜空。皇帝，给哀家住手！皇帝，给哀家住手！来得可真快，真及时啊！殿门被从外面猛地推开，一群穿着体面的嬷嬷太监簇拥着一位身着绛紫色宫装、头戴赤金凤冠、雍容华贵的中年美妇匆匆赶来。正是当朝太后柳氏，她显然是仓促赶来，甚至发髻还有一丝微乱。看到殿内被我逼至角落，衣衫不整、哭成泪人、几乎崩溃的柳如烟，眼中瞬间涌上难以遏制的震怒与心疼。皇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快步上前，一把将抖得站不稳的柳如烟用力护在身后，如同母鸡护雏，目光锐利如刀地看向我。皇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新婚之夜，如此对待皇后，如此羞辱大臣之子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宫规礼法？还有没有哀家这个母后？还有没有你父皇留下的江山社稷？好一番义正辞严、占尽道德高地的斥责，若我还是原主，此刻怕是早已惶恐请罪。柳如烟见到最大的靠山，顿时哭得更加凄惨委屈。姑母救我！陛下他要杀了萧晨哥哥，他还要强行！姑母救我！陛下他要杀了萧晨哥哥，他还要强行！太后看向我的眼神愈发冰冷失望，充满了压迫感。皇帝，你太让哀家寒心了，简直昏聩！立刻收回成命，释放萧晨，好好向皇后赔罪。今夜之事，哀家尚可看在你是酒后失德的份上，不予深究。否则，哀家只好请出先帝遗诏，召集宗室王公与内阁元老，好好议议你这失德狂悖之举了。施压赤裸裸的施压，以长辈身份，以宗法礼制，以孝道压人，甚至抬出了先帝遗诏和宗室阁老。若在平日，这已是足以让原主低头妥协的重磅筹码。然而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太后来得太快，太及时了。对萧晨的处境，他流露出的愤怒远多于惊讶，甚至那句大臣之子，一个落榜3年毫无背景的穷秀才，算哪门子大臣之子？这脱口而出的维护已然越界。太后并非我的生母，关于那桩早年夭折的皇子的流言，从未真正消散。太后并非我的生母，关于那桩早年夭折的皇子的流言，从未真正消散。记忆的碎片在这一刻
被这声大臣之子彻底激活，拼凑完整。再联想到柳如烟对着萧晨近乎癫狂的不合常理的维护，甚至不惜在新婚夜提出那般荒谬的极易引火烧身的条件，电光石火间，一切线索串联起来，一个可怕的真相豁然开朗。皇帝，你笑什么？莫非真是失心疯了不成？还不快按哀家说的去做！太后娘娘如此紧张那个姓萧的秀才，倒让朕好奇了。莫非她那条奸命比朕的皇后，比您亲自为朕挑选的这位柳家女儿还要金贵？太后的瞳孔不易察觉地缩了一下，我继续逼近，目光锁死她瞬间绷紧的下颌线条。还是说，她其实是太后你不好宣之于口的亲生骨肉？还是说，她其实是太后你不好宣之于口的亲生骨肉？最后的4个字如同一道惊雷，毫无征兆的炸响在死寂的凤仪宫。太后脸上的自信瞬间碎裂，那骤然的僵硬和眼底翻涌而起的惊骇与恐慌，已是最好的答案。她护着柳如烟的手指，指甲几乎嵌进柳如烟的手臂，掐得她都吃痛的轻呼一声：“皇帝，你胡言乱语什么？疯了！竟敢污蔑哀家清誉！若非亲生，太后何必对无官无职的落地秀才如此关切，甚至抬出先帝遗诏压朕？皇后又为何对他情根深重，新婚夜以死相逼，要甄许他万户侯？柳家女儿做皇后，柳家血脉的皇子将来做皇帝，这万里江山不就落入你柳氏囊中了吗？好一出偷天换日！他腻了半天，却一句完整的有力的反驳都说不出来。柳如烟也彻底懵了，她看着姑母从未有过的失态，她回味着我方才那石破天惊的质问，一个可怕的她从未想过的念头，似乎正艰难地钻入她的脑海，让她脸上的恨意逐渐被巨大的震惊和茫然取代。我欣赏着他们精彩绝伦的表情，心底最后一丝不确定也烟消云散。真是朕的好母后、好皇后、好岳丈。给朕把凤仪宫内外围死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！给朕把凤仪宫内外围死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！太后凤体欠安，皇后言行无状，即日起于各自宫中静养，无针守御，不得探视。下去吧。诏，宰相刘审即刻入宫见驾。朕倒要问问他是如何教养女儿，如何为朕分忧的。诏，北衙禁军统领吕贾氏入宫宿卫，煽动者格杀勿论。诏一道道命令如冰雹砸下，又快又急，带着铁血的味道。殿外传来侍卫奔跑甲胄碰撞的沉重声响，火把迅速将宫殿四周照得亮如白昼，刀剑出鞘的金属摩擦声令人胆寒。太后面如死灰，指着我身体摇摇欲坠。你敢软禁哀家？你这是逼宫！逆子！柳如烟则彻底傻了，呆愣在原地，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眼前这个他以为可以随意拿捏、肆意羞辱的年轻帝王。那双曾经盛满高傲和冷漠的眼睛里，此刻只剩下巨大的恐惧和一片空白。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推开殿门，走向殿外。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，我的复仇和他们的噩梦也才刚刚降临。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，我的复仇和他们的噩梦也才刚刚降临。凤仪宫内外已被铁甲卫士围得水泄不通，火把噼啪作响，跳跃的火光映照着士兵们冰冷的脸庞和出鞘的刀锋，寒光凛冽。太后带来的那些嬷嬷太监早已面无人色，方才还威仪赫赫的太后，此刻被2个婆子勉强搀扶着，发髻散乱，凤冠歪斜，那双总是透着精明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她似乎想说什么，嘴唇哆嗦着，却发不出一个清晰的音节。柳如烟瘫坐在殿内冰凉的地板上，大红嫁衣铺陈开来。她不再哭喊，只是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，茫然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仿佛无法理解这惊天巨变。将死之人或将生不如死之人，不值得浪费目光。你过来。奴才在。没死就起来办事，盯着这里，任何人胆敢传递消息妄动一步，就地格杀。是。我迈步走下凤仪宫的台阶，铁甲卫士无声地分开一条道路，又在我身后无声地合拢，将那座华丽的宫殿变成一座精致的牢笼。陛下，在襄府已派人传召，北衙禁军正在调动，宫门已落钥，许进不许出。很好，去宣政殿。陛下，在襄府已派人传召，北衙禁军正在调动，宫门已落钥，许进不许出。很好，去宣政殿。宣政殿，帝王日常处理政务之所。此刻殿内灯火通明，当值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早已被惊动，见到我走来，慌忙跪地行礼，头深深埋下，不敢窥视天颜。我径直走入殿中，在那张宽大的雕刻着龙纹的紫檀玉案后坐下，
案上还堆着今日未曾批阅完的奏章，玉振指冰冷地压着宣纸，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。关于这个王朝，关于朝堂格局，关于那70万大军，关于柳家盘根错节的势力，关于太后并非生母却抚养原主成年，始终以母族姿态把持后宫的过往。无数信息纷至沓来，被迅速梳理整合。柳家柳申为相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；柳氏为太后，掌控宫里；柳如烟为后，意图诞下带有柳家血脉的皇子。而那个萧晨就是太后的私生子，柳家真正的血脉延续。他们几乎快要成功了。就在这时，殿外再次传来急促脚步声，一个穿着紫色宰相常服，年约50，面容清泽却带着难以掩饰惊怒的男人匆匆而来。这正是当朝宰相柳申。陛下，深夜即召老臣入宫，不知所为何事？臣听闻宫中骚动，太后和皇后娘娘。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清了我的样子。我坐在龙椅上，身体微微后靠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紫檀桌面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他预想中的愤怒慌张，或是任何情绪，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，平静得令人心悸。柳申的瞳孔的一缩，后面的话生生卡在了。他是个老辣的政客，瞬间意识到出大事了，而且绝非他之前猜测的皇帝酒后失德，与皇后争执那么简单。柳湘来了，宫中却是出了些事，惊扰了太后和皇后安歇，朕已让他们回宫静养了。静养？什么样的静养？需要动用假释围攻？他强自镇定，拱手道：陛下，太后乃国母，皇后乃一国之母，纵有不是，亦当以礼。我微微挑眉打断他：哼，柳湘教女有方，皇后确实很懂动理理。新婚之夜以匕首抵侯，逼朕封她的旧情人一个万户侯，否则便宁死不从。柳湘教女有方，皇后确实很懂动理理。新婚之夜以匕首抵侯，逼朕封他的旧情人一个万户侯，否则便宁死不从。柳申的脸瞬间白了3分，他显然知道柳如烟对萧晨的心思，却绝未料到他会疯狂至此，在新婚夜彻底撕破脸。陛下，此必是误会，皇后娘娘年轻气盛，或是一时糊涂，言语冲撞。不是言语冲撞，是威胁，用他自己的命和朕的颜面威胁朕，为他那个姘头讨要爵位。他的脸色由白转青，呼吸急促起来。陛下慎言，皇后青玉。青玉和一个3年落地、身无长物的穷秀才深夜私会，互诉衷肠。柳湘，你告诉朕，这青玉价值几何？柳申被堵得哑口无言，额角青筋跳动，他猛地跪倒在地，一头触地。老臣教导无方，罪该万死，请阁下息怒。但那孩子终究年少，必是受人蛊惑，恳请阁下看在长辈和老臣多年操劳的份上，饶恕他此番无知之举，老臣必严加管教。老臣教导无方，罪该万死，请阁下息怒。但那孩子终究年少，必是受人蛊惑，恳请阁下看在长辈和老臣多年操劳的份上，饶恕他此番无知之举，老臣必严加管教。受人蛊惑？柳湘觉得是受何人蛊惑？是那个秀才小陈吗？柳申伏地不语，我缓缓靠回椅背，声音慢悠悠地响起，却像重锤砸在柳申心上。朕也很好奇，一个区区秀才何德何能，让皇后如此死心塌地，又让太后娘娘如此紧张关切？太后，太后娘娘称那萧晨会为大臣之子。我轻轻点出一句，只这一句，柳申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近乎绝望的惊恐。他明白了，皇帝什么都知道了，甚至可能比我知道的还要多。柳湘，你说孝晨究竟是谁的儿子，值得你们柳家如此前赴后继，甚至赌上皇后青玉、太后威严，也要将他捧上高位？陛下，绝无此事，此乃刀天污蔑，定是有奸人构陷。构陷？是不是构陷，很快便知。柳湘，你猜，若真现在下令将那萧晨拖至午门凌迟处死，会如何？陛下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柳申脱口而出，反应之大，彻底暴露了一切。萧晨无辜啊！陛下，所有罪过，老臣一力承担，求陛下开恩，饶他一命。哼，宰相之尊竟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秀才求朕开恩，甚至愿一力承担。刘神，你告诉朕，这是为何？柳申张着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能说什么？
承认那是太后的私生子，还是承认柳家谋划多年的窃国大计，无论哪一条，都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就在这时，殿外再次传来急促脚步声。启禀陛下，宫禁已全面封锁，各宫娘娘皆已安抚，无人异动。辛苦了。按陛下旨意，已派京瑞甲士前往宰相府邸护卫，另有人前往京畿大营传令，未有陛下虎符，一兵一卒不得煽动。启禀陛下，宫禁已全面封锁，各宫娘娘皆已安抚，无人异动。他顿了顿，看了一眼瘫软在地的柳申，继续道：按陛下旨意，已派京瑞甲士前往宰相府邸护卫，另有人前往京畿大营传令，未有陛下虎符，一兵一卒不得煽动。这道命令直接斩断了柳申最后一点可能调动兵力的幻想。柳申彻底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，眼神涣散，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。我站起身，踱步到他面前，玄黑的袍角拂过冰冷的金砖。你柳氏一族世受皇恩，位居人疾，忧不知足，勾结宫闱，混淆血脉，意图倾覆我宇文江山，其心可诛，其行当灭九族。陛下，你不能，你没有证据，太后不会允许的，纵使朝臣不会答应的。证据，朕的话就是证据，朕的70万大军就是证据。至于太后，她自身难保。我直起身，目光扫向殿外沉沉的夜色，声音斩钉截铁：顺朕者生，逆朕者亡。来人！将罪臣刘审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朕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将罪臣刘审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朕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柳申被拖入天牢最深处的死囚牢房，铁门在他身后轰然关闭，隔绝了他所有的嘶吼与绝望。他毕生追求的权势，如今成了累死他家族的最后绞索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三司长官连夜被召入宫，战战兢兢地跪在殿前。我将查抄宰相府所得的部分密信，那些太后与柳申商议如何扶持萧晨，如何逐步架空我兵权的铁证，置于他们面前。柳氏谋逆，罪证确凿，该怎么做？需要朕教你们吗？臣等不敢，臣等定当秉公执法，绝不姑息。三位老臣冷汗涔涔，伏地领命。他们是聪明人，深知这不是审案，而是执行。铁案如山，柳家必须倒，而且要倒得彻彻底底。接下来的3日，京城经历了自开国以来最彻底的一次清洗。北衙禁军持我手谕，如虎狼般扑向所有与柳氏关联紧密的府邸。哭喊声、抄家声、锁链声，打破了无数个家族的安宁。柳申门下故吏，或下狱，或革职，或贬谪，盘根错节数10年的留党势力，在绝对武力与皇权的碾压下土崩瓦解。京畿大营那个柳家的副统领，试图抗命被持虎符前去的侍卫统领当场格杀人头悬挂于营门之上。京畿大营那个柳家的副统领，试图抗命被持虎符前去的侍卫统领当场格杀人头悬挂于营门之上。血淋淋的现实让所有心怀侥幸的人瞬间清醒，兵权被牢牢攥回了我的手中。至于太后，我亲自去了一趟她被敬仰的慈宁宫，昔日富丽堂皇权倾后宫的殿堂，此刻冷清的如同冰窖。她坐在凤椅上，衣着依旧华贵，却掩不住一夜之间的灰败衰老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眼中爆发出刻骨的怨毒。逆子，你来做什么？来送母后最后一程。我从身旁的托盘上拿起一杯御酒，放在他面前的案上。您体面了一辈子，也该体面的走。他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，死死盯着那杯酒。你敢弑母，天下人不会饶你。天下人只会知道太后柳氏因治女皇后失德，兄长谋逆，深感愧对先帝，忧惧成疾，薨了。至于您那个儿子，他会活着，朕会让他好好活着。以一个盐奴的身份，在宫里最肮脏卑贱的地方，一辈子提醒着所有人，觊觎镇江山的下场。不，宇文成，你这个魔鬼！天下！不，宇文成，你这个魔鬼！他崩溃了，咒骂、哭嚎，最终化为嚎啕大哭。多年的算计毁于一旦，甚至付出了自己无法想的代价。最终他颤抖着自己端起了那杯酒，眼泪划过他褶皱的皮肤。他死死瞪着我，将毒酒一饮而尽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痛苦地蜷缩在地，最终没了声息，转身离开。最后是柳如烟。我再次踏入凤仪宫，这里已撤去了所有喜庆的装饰，变得冰冷而空旷。他抱着膝盖蜷在角落，
听见脚步声，茫然地抬起头，曾经倾国倾城的脸苍白如纸，眼神空洞，仿佛一朵彻底枯萎的花。萧晨哥哥顾慕父亲，他喃喃自语，已然有些神志不清。我走到他面前，阴影将他笼罩，他似乎认出了我，身体猛地一颤，恐惧地向后缩去。别过来！柳如烟，你柳家谋逆大罪，满门抄斩。太后愧对先帝，你随柳氏儿去了。至于你，朕不杀你，废去后位，削发为尼。去皇陵吧，在那冷宫别院里，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，替你柳家赎罪忏悔。青灯古符，了此残生。柳如烟，你柳家谋逆大罪，满门抄斩。至于你，朕不杀你，废去后位，削发为尼。没有肉体上的折磨，但这种惩罚对于心高气傲、一生追求荣华与情爱的他而言，比死亡更残忍。他将永远活在失去一切、信仰崩塌的痛苦里，永无解脱之日。他彻底僵住，然后发出一声似哭似笑的极其轻微的声音，缓缓低下头去，再无反应。3个月后，朝局已然大定，柳氏余孽被清扫一空，空出的职位被我有意提拔的寒门子弟与忠直之臣填补。那70万边军收到了我的亲笔手谕和丰厚犒赏，忠诚无需质疑。萧晨他确实还活着，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，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。偶尔有不堪折磨的风言风语传出，也很快消散在风中，无人在关心。我站在宫墙之高处，俯瞰着沐浴在夕阳下的重重殿宇和远方京城，血腥气早已散尽，权力已被彻底握于掌中。系统提示音在脑海响起，剧情逆转成功，地位稳固，复仇完成，是否选择脱离世界？我看着下方恢复了秩序，正逐渐焕发生机的皇城缓缓摇了摇头。来都来了，不得过把皇帝瘾。